大家好，我是金鹿，大家好，我是文武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两个爸爸养娃记。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？我们要回国啦，聊聊准备事宜。那首先我们的行程具体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回国一共4个星期，然后呢，我们在文武的老家惠州待2个星期，然后去我的老家东北沈阳再待2个星期。为了表示公平起见啊，这边2个星期，那边2个星期。是啊，然后从惠州去东北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会经过北京，然后在北京停留3天，因为我在那边读研究生，文武在那边读博士，我那边还有很多亲戚，所以我们在北京基本就是探访一下我的亲戚，然后文武看一下你的博士生导师，然后我可能还和我的高中同学再聚会一下。然后那在惠州是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呢？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，主要呢就是陪陪家人。那我的姐姐呀，就是因为有爷爷还有2个姐姐都还没有看见过燕燕和玲玲呢，就是网上看过，但是没有本人见过，所以主要想多花点时间来陪一陪他们。中间可能会有一点点 social 的活动，可能去一趟广州啊，或者是深圳，是吗？对，深圳我有2个同学可能会去看一下。OK，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，那到时候看情况吧，可能就带小孩呀，到惠州市或者说附近的地方去逛一逛、瞧一瞧、参观一下。对，主要就是陪伴亲人、陪伴父母。然后在沈阳呢，基本也是没有特别多的安排，主要就是陪伴我的父母，然后让2个孙子见见那个爷爷奶奶。然后呢，我有几个同学可能会看一下，可能会去一趟沈阳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会邀请我们去沈阳玩一下，去一个类似于儿童游乐场和洗浴温泉一体的一个这种场所。是不是说全国洗浴看东北，东北洗浴看沈阳吗？ OK， 那我还挺期待的。对呀，所以就洗浴啊、泡澡啊，包括这种水上乐园这些东西都可以体验一下。那这个基本就是我们的行程的安排。那我们为这个行程呢，我们也做了好多的准备，包括最开始的订票，文武就花了好多时间这个选择这个机票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。我在买机票之前，我可能观察了有几个星期，一直价格都还是非常的昂贵，因为我们是从圣地亚哥飞国内的香港。那如果是飞国内的市场，比方说城市，比方说广州啊或者深圳，其实机票都非常贵，基本上都是$2000一个人以上。那没办法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那我们就飞香港吧。那飞香港的机票呢，其实也不便宜，也差不多要1600-1700，因为我们7月份也就是暑假的期间回国的话，机票一般都是1年当中最贵的时候，所以我就一直在观察这个机票，看有没有更合适的。突然就发现有一个加拿大航空公司的一个机票，是从圣地亚哥起飞，经过温哥华转机，然后到香港，差不多1100块钱左右，然后小孩稍微便宜一点，这样的话我们全家4个人一起加起来往返机票也就是4300-4400的样子。这样的话呢，就确实比要走美国的航空公司，比方说美联航啊，要便宜了1-2000块钱。所以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个机票很快就卖没了，幸好我们把握住这个机会，省了2000块钱。对，然后这个机票我觉得我们也是挺幸运的吧，我们刚刚办好中国的签证，我们可以买机票了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了这个机票就出来了。对，感觉很幸运。是没错。然后呢，我们机票买好了，然后另外一个准备工作呢，就是我们在中国在淘宝的网上面买了很多东西，因为我们这个行李，我们拖家带口的2个小孩，我们没有办法带太多的行李，而且我们还给国内的亲友买了很多的礼品，那我们就没有空间
也没有力气去带很多很多的换洗的衣服啊，这些使用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的策略呢就是尽量少带换洗的衣服和日常用品，对，都是到国内现买，所以我们这几天在淘宝上疯狂购物，然后疯狂的寄包裹到家里面。是，然后前2天我姐发个信息过来说，她带着我的2个外甥去取快递，然后发现一下子有几10个快递在等着。对呀，我妈他们也取了好多快递，第一天取了7个快递，第2天取了5个快递。我说还有呢，后面还有了，还没买完呢。是，所以都买了些什么呢？我们主要都是一些换洗的衣物，然后小孩用品，包括小孩玩的呀、吃的呀、用的呀、穿的呀，甚至还有他们出去玩可能要用得到的一些那种 stroller 啊等等。对啊，尿不湿啊、尿布啊、这个湿巾啊、小孩的一些毯子啊、这些餐具啊、玩具啊、衣服啊这些东西。再有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给国内的亲友带了很多的礼品。那我们看一下我们都买了些什么东西吧。OK， 来瞧瞧吧。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你都给亲戚朋友买了些什么东西啊？我其实也就是给我爸妈，然后我姐姐、姐夫啊，还有他们的小孩带了一些礼品，主要就是一些，比方说化妆品啊，这个是眼霜啊，或者是脸霜啊这些，还有比方说香水啊，以及一些吃的东西，比方说像这种大包装里面有这种小包装，这样的话就非常适合，比方说有亲戚朋友一起聚会，人多的时候呢，就一起分享一下，意思一下。也挺好，然后还买了一些保健品啊，比方说这种，据说对关节比较有好处的这种保健品啊，然后因为家里面有老人嘛，所以他们可能比较适合这一类的保健品。其次我还买了，因为我有2个姐夫嘛，想了半天思来想去，因为以前每次回国的时候都已经送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了，从腰带到手表到甚至牙刷我都送过了。那实在想不到送什么东西，就想说，我们要不要送一点这种圣地亚哥本地的一些东西？比方说，圣地亚哥有一家非常有名的一家店，叫做具体名字我忘记了，但是它是卖那个雪茄烟的一家很老的店，在哪里？历史在 Old Town， 在它的旧城市中心的一个地方。然后这家店呢，据说已经开了有160、70年，已经具有160、70年的历史了。那我们就说，那去买点那种很特别的雪茄烟也挺好的。然后用一个非常漂亮的这种盒子给装了起来。最后面就是还有一些，这个就是有一些那种日用品吧，是羊奶皂是吗？对，那种羊奶皂和羊奶的那种 lotion， 然后也可以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那种礼品。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吃的，比方说巧克力啊，给小朋友吃的。这就是我的所有的礼物。那金鹿，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我的东西就比文武的更多一些，当然我准备的东西也有文武刚才提到的一些小吃啊，这种 trail mix， 然后有一些保健品，像鱼油啊、卵磷脂啊，然后这个 move free 也是管关节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好像很多人回国都会带。再有的话就是我爸爸的，他心脏不太好，所以就也给他买了一些这种西柚辅酶 COQ10， 然后他经常吃止疼药，我就给他在国内吃那种叫镇痛片，那种不太好的止疼药，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止疼药吧，这个是这是一种。再有的话我还给他买了一些这种阿司匹林，还有一些我爸爸妈妈的关节都不太好，所以给他们买了一些这种管关节的这种药膏，这是另外一种，也是药膏。我们的东西基本都是在 Costco 买的，还有一些这边还有一种ibuprofen，我爸爸妈妈都可以吃。
还有一些化妆品啦，这文武跟文武买的类似的化妆品。然后再有的话啊，对，给我爸爸还买了一些剃须刀，这种一次性的剃须刀有30个，可以够他用1-2年的时间了。他也不是特别经常刮胡子。再有的话呢，我也买了一些玩具送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孩子，还给他们买了有几本书，一本书是给木木，他也曾经在我们的频道里面出现过，然后这个是给我一个同学朋友的孩子买了，他是好像也上初3了吧，有特别好的一个朋友。还有一本书是这样的一套书，叫《纳尼亚传奇》，这个是给我另外一个同学，他们家小孩上高中，是在我的母校西民高中，而且也是尖子班，所以应该是一个小学霸，给他们应该可以，虽然是英语是第2外语，我感觉应该也可以读这本书。还有一些衣服啦，给我爸买了一个牛仔裤，给我哥哥买了一个 T 恤，一个长的一个短的，还有我的外甥，我哥哥的孩子再买了一个湖人队的一个篮球服，还有给我嫂子的香水，还有一个玩具，这也是给木木的一个玩具。对啊，我们还准备了几个红包，也是给亲戚的小孩准备的，所以我们准备了好多东西啊，感觉我们的行李箱都是给别人带的，基本都是别人带的礼物。那文武对这次的行程有没有很期待呀？有啊，非常期待，还有点小激动，因为毕竟有5年没有回去了。对，我觉得也是好久，你妈妈去年还过来了，但是我妈妈我还是2019年的时候见到他们的，现在都已经5年的时间了，没有见到爸妈了，然后爷爷奶奶也是从来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孙子孙女，也让他们去见一下。是的，我也觉得还挺激动，非常期待还是。那回国以后呢，我们也会给拍一些录像，然后分享给大家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OK， 那就这样吧，拜拜拜。